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微软研究院的突破性框架 ATLAS。这项研究旨在通过高效强化微调，让小型语言模型在海量工具环境中重塑执行范式。核心实验数据显示，仅有4B 参数的小模型通过 ATLAS 架构，性能竟能逼近万亿参数的巨型模型。该成果主要依赖动态工具加载、程序化编排和量规化奖励3大支柱。论文指出，提升智能体能力的关键在于优化执行结构，而非单纯盲目的扩充上下文。在海量工具环境中，小型语言模型普遍面临严重的上下文过载，仅加载3个服务器和80个工具，就会瞬间消耗约3万个 token。这种过度的压力往往导致执行崩溃。长周期任务中，繁杂的 JSON 交互会使错误迅速累积。由于任务缺乏单一标准答案，传统的成败2元奖励也无法提供有效的学习信号。面对上述挑战，盲目扩充上下文窗口并非最优解。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昂，且难以根治模型决策脆弱的难题。ATLAS 团队提出了从容量扩充到结构提升的思路转换。该框架将上下文获取定义为模型可学习的主动决策。通过精准的按需索取与结构化执行，模型能有效管理复杂任务。这赋予了小型语言模型标在有限预算下掌控执行状态的能力。ATLAS 框架的全称是 Adaptive Tool Loading and Scoped Context， 专为严苛的算力约束环境设计。它由3大技术支柱构成：动态上下文控制拒绝全局加载，引导模型按需获取工具；程序化编排则利用代码接管复杂的执行状态。最后，量规化奖励通过多维结构化标准，提供极其稳定的监督信号。ATLAS 通过迭代式服务器加载实现第一重突破。在初始状态下，模型仅获取可用服务器的精简索引。通过将服务器选择作为显性决策，模型能够精准选中目标并局部展开工具列表。这一机制将搜索空间限制在单一领域，有效避免了全局上下文污染。这种服务器层面的克制，大幅缩减了初始阶段的 token 占用。在进入特定服务器后， ATLAS 采用迭代式工具加载，进一步优化模型。起初仅感知工具名称列表，而非完整的参数细节。只有在明确决定使用某个工具时，才会触发深度加载，并拉取完整的 schema。这种设计实现了宏观规划与具体调用的分离，推迟了冗余信息的输入。这确保了模型在进行长远规划时，注意力不被复杂的 JSON 定义所干扰。将 ATLAS 的迭代式加载与传统全量调用对比，其上下文足迹差异巨大。在同样的3个服务器和80个工具场景下，传统全量加载需要消耗约3万个 token， 而 ATLAS 通过服务器索引与目标工具定义，仅需3000个 token。这种精准加载大幅降低了 prompt 膨胀率，为模型实际推理保留了极其宝贵的上下文空间。ATLAS 的第3项关键突破是引入了程序化工具编排，简称 PTC。传统的 JSON 工具调用极其冗长，且每一回合都要重新生成自然语言指令，在长周期任务中很容易崩溃。PTC 用简洁的 Python 执行取代了这种不可控的 JSON 循环，所有的交互都由持久化的 Python 解释器代理，使得循环和条件判断等控制流通过代码清晰表达。在 PTC 基础上， ATLAS 提出了代码及状态的概念。工具返回的庞大数据流被直接转换为 Python 原生结构，并保留在程序内存中。由于实现了上下文免疫，大模型无需在 prompt 中阅读原始数据乱码，模型通过后续逻辑仅提取关键结论，有效阻断了上下文污染。这种状态驻留机制能够保护小型语言模型的大脑免受无关信息的干扰。为了桥接抽象指令与真实执行， ATLAS 引入了轻量级脚手架层。该层将复杂的底层 JSON 统一映射为 Python 原生函数签名，实现入参标准化。通过动态绑定，模型可以像调用本地库一样操作异构服务器。脚手架还提供智能排错功能，通过精准的参数类型提示，引导模型在代码块内完成自主修复。这为小型语言模型在真实环境中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在开放环境中，传统的强化学习评估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目标不可验证，真实的 MCP 任务往往没有唯一答案，导致2元判别失效。其次，
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中间步骤的微小错误可能让后续努力全部白费。仅凭最终答案给出的评分通常过于粗略，无法为长周期决策链提供有效的梯度更新信号。这种监督信号稀疏的问题成为了智能体进化的主要瓶颈。为了解决信号稀疏问题 ，ATLAS 引入了量规化强化微调。它放弃了粗放的单一打分，转而采用多维度的结构化量规评估。研究人员通过前沿模型为每个任务预先生成了专属评估标准。在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执行轨迹都会按照量规进行高分辨率打分。这种做法像三棱镜一样，将杂乱的执行轨迹折射成多条稳定的彩色奖励光线，提供极强的监督信号。量规评估被拆解为4个核心维度，任务达成度衡量是否准确实现用户意图被赋予了最高权重，工具恰当性评估选择是否必要且最优，而输出依据性则确保推论基于真实数据而非幻觉。最后，参数精准度负责校验工具调用的格式与逻辑。这种多维结构让模型在训练时能够获得更加细致且具有导向性的反馈。详尽的量规显著降低了评判任务的认知门槛。实验证明，配备量规的 30B 级别开源模型在裁判质量上能够超越采用通用奖励的 GPT-4o。这意味着评判任务被拆解为了具体的验证点，不再过度依赖前沿大模型的复杂推理。这种效能升级让规模化强化微调的算力成本大幅降低，实现了小型模型作为裁判的逆袭。为了评估模型性能，研究团队构建了严苛的 MCP Bench 基准。该基准涵盖了超过28个异构服务器，横跨文件系统和金融等真实生态。训练集包含304个需要长序列推理的高质量任务。特别的是，实验还引入了11个全新的未知服务器，这用于进行极限分布偏移测试，以验证智能体在从未见过的环境中的泛化能力。MCP Bench 的核心数据显示，结构化执行与量规化 RFT 的结合带来了性能质变。以 Q134B 模型为例，单纯的基础架构优化仅能获得 2.94 的得分，而将程序化编排与量规化奖励结合后，任务达成度大幅提升至 4.15。这证明了执行结构与高质监督的协同效应，让模型学会了精确的长期信用分配，突破了单一微调的瓶颈。在执行效率方面 ，ATLAS 展示了极致的 token 压缩能力。传统全量加载需要约23000个 token， 而 ATLAS 动态控制将其降至约13000个。通过动态阻击 prompt 膨胀，并利用 PTC 程序化编排减少 JSON 重复解析 ，ATLAS 极大地优化了交互轮次。这表明用更低的算力开销可以换取系统长期运行的极高可靠性。在跨越量级的效能比拼中 ，ATLAS 展现了惊人的实力。采用 ATLAS 架构的 4B 模型在任务达成度上获得了 4.15 分。相比之下，全局加载的万亿参数模型 Kimi K2 得分为 4.38 分。尽管参数规模相差数百倍，且面临严苛的上下文限制，小模型依然恢复了近 90% 的前沿模型性能，极大提高了智能体的能效比。ATLAS 在训练动态中展示了防范奖励作弊的显著能力。从对比曲线可以看到，虽然各方案的训练奖励都在提升，但只有采用程序化编排的 ITL-PTC 方案，其测试级任务达成度在后期持续增长。这种程序化编排的严谨性，迫使模型去解决真正的逻辑问题。它成功抵御了单纯迎合裁判模型的作弊倾向。由此生成的执行轨迹具有更强的泛化能力，确保了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真实表现。在分布偏移场景下 ，ATLAS 展示了强韧的泛化力。研究人员引入了11个在训练期间完全未见的全新 MCP 服务器进行极限测试。得益于量规化微调强化的底层逻辑，以及轻量级代码脚手架对 API 差异的屏蔽 ，ATLAS 模型在面对未知工具组合时无需重新训练。实验结果显示，它在参数精准度与工具动态选择上依然保持了远超基准模型的高水准，真正具备了适应演进生态的能力。ATLAS 框架重新定义了高能效智能体体系，它将知识摄取视为动态决策，通过动态上下文控制告别了算力浪费。代码级编排利用程序化控制流承载状态，保障了长周期复杂任务的稳定性。
最后，结构化监督以量规化标准释放了小型模型作为裁判的潜能。这三者结合，打通了极低成本的大规模微调闭环，为模型性能的跨越式提升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 ATLAS 的研究证明了智能体能力的边界不再仅由模型规模定义，通过缜密的执行结构与精准的学习信号，4B 参数的小模型依然能释放出巨大的潜能。该成果展示了在有限算力与上下文中构建复杂执行的可能性。对于未来的开发者而言，关注执行范式的优化和量规化微调将是提升智能体性能的关键。感谢观看本期解读，我们下期再见。